嘿，大家伙儿早喽！9月17号星期日，今天累了啊！今天真累了。昨天跟前天的2个训练都是强度挺大的，今天慢慢跑短点，调整一天。昨天说那个鞋是阿迪达斯的那个 EVO1，据说只有138克，也可能我记错了啊。咱们这频道都没有稿，就想到哪儿聊到哪儿。但是真的太贵了，4000多。他要是2000多，我就参加抽签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小就有这个疑问啊：不同品牌的鞋为什么同样的号不一样大？这总是对我来说灵魂的拷问。所以看好多群里讨论的问题就是，某某品牌我穿多少码，如果买另外一个品牌，我要买多大的？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小伙伴啊？按说它应该都是按照你脚的长度来定的鞋码啊，对吗？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聊聊训练。这话题原来说过，但是那时候说的，就我每个时期其实对跑步的理解都不一样，因为我跑的还算挺多的，每多跑几千公里，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今天咱们接着聊聊所谓的科学训练，还有我这段时间训练之后，我认为科学训练和我的训练的一些不成熟的小观点。今天又穿了一双好久没穿的鞋啊，这个是当时官方定制款的2代 Vaporfly， 所以自己能选鞋面的。我选的这个还是那时候最早一代的编织鞋面，现在看起来这个鞋面包裹性不错，然后支撑性一般，跟现在新的科技比，散热透气都差一些了。行吧，那一会儿咱再聊啊，加油干！说到科学训练，我觉得很多的普通爱好者、大众跑者应该把科学和辛苦划等号，或者把科学和努力划等号，而不是把科学和轻松划等号。这就像好多自媒体说科学减肥，我老举的例子，没有真的没有很科学的减肥，最后都是热量差。有热量差，你肯定会感到饿。如果您不感到饿的话，那生物进化就失败了。所谓的科学减肥是让您饿，但是呢，不缺营养，或者不太缺营养，只缺能量。这个叫科学。训练也一样，科学训练不是让您练得少得到的多，而是如何让你在练得多的情况下得到的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准确表达我的想法，但是其实针对绝大多数爱好者，包括我啊，我觉得练得多就够了。练得多得到的肯定会多，而科学的练得多得到的更多的那一点呢，不足以引起质变，会引起量变。我可以说，如果我一直科学训练还是维持现在的强度，那我可能已经破了240。如果我一直就自己努力的跑，那我可能最终是243，或者是242。这是我的理解。
大家千万别被那么多的科学训练骗了，骗当然是带半个引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想找一期跟大家聊聊我做这个频道。要是说完全不被频道的收入所打动呢，肯定也不是。虽然不多，就很少，但是呢，它是对我的一种虚荣心的满足。但是呢，我不靠这个，我说的是不靠这个收入，但是我靠各位观众们，我希望观众越来越多。我说的就都是实话，真的，包括评测商品。但是呢，我也可以自嘲一下，评测商品的时候呢，我的性格是我更愿意说好话，不管是谁。所以就这么回事儿。但是说到训练呢，我更愿意说难听的，因为现在我看太多说各种的所谓的科学，那科学也要有跑量啊。你们看稳定破250的选手们，你们现实中认识的，谁能在300公里以下一个月？几乎都在400以上吧。有的人贴出来的300多，或者说半专业那种人，他不是300多，人家好多放松跑是不记录在内的。而像我这种爱好者，恨不得每一步都要记录在内，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大家将心比心。核心就是你得练，真的不用太追求那些，而且有的时候科学训练会让您练不下去。我分享过，我也在刚开始跑步的1-2年跟过课表，跟不下来，因为制定课表的人不是你。有的人擅长短，有的人擅长长，有的人擅长快，有的人擅长慢。在训练初期，这个初期又得带引号，为什么呢？因为这初期很长，可能是4年或者5年。在这个阶段内，应该是干自己爱干的事儿，把它往下发挥。比方说，我就喜欢跑长距离慢跑，那就多跑；我就喜欢跑中距离的快速度，我前几年就这样，那就多跑那个就行了。慢慢的，你自己会去补自己的短板。原来我总跑很快的那种训练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8公里、10公里最多了，一个月最多300出一点头，而且只有那一次。后来我觉得能力有进步，我试着增加单次的距离，一下我的月跑量就突破400了，然后瞬间我的马拉松成绩就进步了。这种事儿是有因有果的。当然了，如果您强加一个人说，比方说早1年告诉我要那样练，你也强迫我那样练，我承认我会早1年出那个成绩，但是练得不开心，而且不一定能坚持得下来，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所以很多科学训练的方法在专业运动员身上有用，因为他必须要执行，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会起反作用。我特别希望屏幕前的您，如果您已经开始锻炼，我特别希望您能快乐的坚持下去，而不是痛苦的持续这么一个过程，对吧？因为马拉松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就是水到渠成。也许有小伙伴说跑了很多年还很慢，那不是因为水到没渠成，是因为水没到。因为我早就说过，锻炼和训练是不一样的。以锻炼为目标，那就每天开开心心跑就好了。即便是这样，你也会收获很多不锻炼的人收获不了的东西。比方说我老说的各种小关节的力量和灵活性，还有强大的心肺系统，对吧？
只不过速度能力达不到，您可能跑完马拉松也不累，但是快不了了。我冲击240就是这个，我按我不累的能力，就是可持续的能力去跑，我跑不到3分45全程马拉松。但是如果我跑3分55，那我就很轻松，我跑完还能跑。这时候我就得把我的巡航速度先让提10秒。这10秒其实靠的更多的不是耐力，而是速度。如果把这10秒按百分比来看，我觉得只有20%是耐力，另外80%是速度。所以现在我才这么重视速度训练，而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这就像各种生物、动物找各种吃的，总看那种特传奇的故事，比方说什么动物得了什么病，它自己就会去找什么吃的，那都是本能。我到大阪第一周碰见那高手，就是刚才右前方跑过来穿黄背心的那位先生。训练也一样，你练着练着就会自己去寻找对的方向了，相信我，而且自己会纠正自己。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无论您是在努力的开始锻炼，还是向着一个成绩去训练，或者是您要减肥，都是要先干起来，先动，一定要先动。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问怎么练能够把现在的某个成绩提高到某个成绩。您问的这个太具体的话呢，是有办法的，是有建议的，不能说有办法。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建议是，如果我想跑进2小时40，那我应该至少每3周有2次很大强度的速度耐力。但是你们天天看我的节目并没有，我也做不到，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这个就是等于说给了我一个科学训练的方法，但是我做不到。那我的策略就是要么想办法去弥补，要不就尽量努力的早一天能做到。但是呢，这2样都不能100%等于那个科学，就是这样。大多数的针对您现在的科学，如果它真的是让您训练出成绩的话，绝大多数人都跟不下来。而那些能跟下来的科学呢，它又不科学。行吧，跟大家聊这么多。哎，银杏开始掉果了，但是就这一颗呀。秋天的感觉，但是还是特别热。昨天为什么那几个小伙最后也说特累，就是因为昨天跟前天又热起来了。虽然跑完从上到下湿透，衣服直接就轻轻一攥就能挤出水来。加油干，加油干！哎，9月17号星期日清晨6点半，晨跑结束啊。今天就不说训练了，今天就是个轻松跑。只跑了10公里多一点，平均配速5分15，平均心率131，功率188，步频195。快回来之前呢，碰见了好多跑团里的小伙伴，其中一位先生今天早上起来4点半在大阪城跑了15公里，自己平均配速400，还可以哈。像这种天气就得早，太热了。你看我这背心湿得透透的，而且我今天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就没有强度，说实话。不管是距离还是配速，大家有水平相同的小伙伴应该也能体会，真的太热了。这都9月中旬了，据说北京已经很凉快很凉快了，我不知道啊，因为光看气温也不一定，还要看体感。今天跟大家闲聊聊，科学训练就等于艰苦训练，做不到艰苦训练就做不到科学训练，真的好难。其实像今天我的身体完全不就是没有达到说像我现在说的这么累，
就一定只能跑10公里。我今天其实是可以跑一个慢速的中长距离的，但是呢，就是心理上的边界达到了，那就没办法。而且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这心理的边界越低，就越近。有时候人就会不自觉的更心疼自己，是不是？也挺好，好吧？那就这么着，今天跟大家闲聊一期，明天咱们还是照常回评论。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就评论和弹幕，我都会看。那就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加油干！马上赛季了，加油干，加油干！也都注意别受伤，尽量别生病，然后迎接一个收获的季节吧。那咱明儿见。